我没闹啊，我认真的。魏无羡果然满脸认真，一点破绽也无。反正我又不是姑娘，你也不是姑娘，你就当再给我演示演示，好让我研究研究你家禁言术的原理呗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现在就跑出去说你亲我还不认账，让呜呜呜。第一声呜是他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了，接下来的呜则是欢呼雀跃。眼前的少年欣喜的不行，蓝忘机看着他，只觉他既不可理喻，又教人无可奈何。你休要再乱说了，平心静气，一炷香便可解开。蓝忘机平复着心绪，转过身道：我先走了。魏无羡眼见蓝忘机这就要逃离案发现场，扬手掷了一道禁制符拍在门上。蓝忘机见状，愤愤地转身，刚想开口理论，就看见魏无羡赤手空拳地攻了过来。蓝忘机抬手抵挡，可魏无羡招数目不暇接，两人就这样在藏书阁内追打了起来。蓝忘机清楚，魏无羡不是真的想和他打架，而是想拖延时间，只要超过一炷香，若他身上的禁言术还在，那蓝忘机就只有乖乖吻他才能解开了。似是不愿再经历一次，蓝忘机对魏无羡的攻势是能挡就挡，能躲就躲。两人从空地上一直追赶到书架中间，又从书架中间回到书案旁。两张书案对面而放，蓝忘机绕着他们跑，魏无羡就绕着他们追，嘴里还呜呜地叫唤着。眼见蓝忘机终于拉开了距离，准备飞身向门口冲去，不料被魏无羡一把抓住袖子。见招拆招，蓝忘机立刻用另一只手催动臂陈，蓝色光剑铮然出鞘，刺来一声划破了广袖。魏无羡脱了力，抓着一小截衣料摔了出去。蓝忘机想抓他时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魏无羡整个人磕在不远处的桌子上，哐啷啷撞翻了上面的笔筒。呜！跌在地上的魏无羡抱着小腿，紧闭着嘴，发出痛苦的呜咽。蓝忘机见状，什么都顾不得了，丢开碧晨两步，飞到魏无羡身边，扶着他坐起来道：可有受伤？伤在何处？魏无羡皱着脸指指小腿，蓝忘机用手指轻轻按了按，魏无羡立马痛得呜出了声，委屈巴巴，像指完脱了的幼兽。有些肿，无大碍。蓝忘机松了一口气，随即掌心运起灵力，附在魏无羡腿上给他疗伤。刺骨的疼痛伴着微凉的触感从腿部传到大脑，魏无羡疼了好一阵才勉强睁开眼，双眸发红，看到蓝忘机单膝跪坐在自己身旁，面露忧惧，掌心淡蓝色的灵力如注红般毫不吝啬。呜！魏无羡哼唧道。蓝忘机抬眼瞧他，活生生把魏无羡瞧得喉头一动，他眼中尽是破碎的水纹，好像刚刚摔出去的不是魏无羡，而是这双剔透的琉璃瞳。魏无羡本来想叫蓝湛来着，结果忘了自己还不能说话了，只好灰头土脸的笑笑，手指指了指自己的嘴，示意蓝忘机给他解开。正常意义上的解开。摔了这么一下，魏无羡觉得自己摔清醒了不少，好像已经没那么执着于让蓝忘机亲自己了。反省一下刚才的胡闹行为，对于蓝二公子这种谦谦君子来说，的确有点过分。可他没有想过，自己这个动作落在蓝忘机眼里，便是赤果果的邀请。蓝忘机慢慢停了掌中的灵力，看了看魏无羡微肿的小腿，重重地卸下一口气，在魏无羡有些疲软的目光中勾住他的脖子，吻住了那双被自己锁起来的嘴唇。魏无羡的呼吸瞬间被夺去，两片冰凉湿润的柔软紧贴着他的嘴。他再一次睁大双眼，可这一次对方是闭着眼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和上次一样长睫相交。蓝忘机像是做出了一场倾尽所有的献身，合住双眸，牢牢扣着魏无羡的后颈，抵在他的嘴唇上轻轻触碰，微微吸吮，动作小心而怜惜，像吸食花露的蝴蝶，又像个滑稽的匠人，想要用嘴一丝一丝拆开缝住这双唇瓣的线。从始至终，魏无羡没有眨过一次眼，他盯着近在咫尺的蓝忘机的脸，突然放大的美丽令他感到陌生而无措。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被蓝忘机的嘴唇给叼出来了，软玉一般的质地，吻得他不知天地为何物。明明最讨厌被束缚、被强迫，可是此刻却丝毫不想挣开颈后的那只手。然而，魏无羡绝技不是安于现状的人，不一会儿，他便以攻为守，闭上眼睛，
全身心地回应着蓝忘机的啄吻。柔软和柔软厮磨在一起，魏无羡凭着感觉，一点一点吮食着那双颤抖冰唇上的味甘。他愈吻愈专心，一手拉起蓝忘机的另一只手臂，引导着他环住了自己的腰，一手绕上蓝忘机的肩膀，手指绞住他身后的墨额，轻轻一拉，便把这根云纹布条扯了下来。这个吻持续了好久，藏书阁内十分安静，窗外喜鹊的吵闹声忽远忽近。不知被哪路神仙点化，魏无羡忽然鬼使神差地探出舌尖，悄无声息地滑进了蓝忘机的双唇，立刻触到了一点硬硬的东西，大概是他的牙关。